38歲趙麗穎穩拿飛天，47歲馮紹峰悄然官宣歸來，內娛風向瞬間變了。趙麗穎一路高歌，馮紹峰卻挑了不同路子。趙麗穎站在飛天獎領獎台上的那一刻，燈光打在她臉上，乾淨從容，幾乎沒有多餘情緒。她不再是當年那個被反覆貼上流量小花標籤的演員，而是完成了從話題人物到實力派的跨越。當主持人念出她名字時，台下掌聲整齊而克制，像是一種遲到卻終究兌現的認可。同一時間，網絡的另一端卻在討論馮紹峰。他出現在《飛馳人生3》的新物料裡，鏡頭不算多，卻足夠讓人記起這個名字。彈幕裡刷着他怎麼又回來了，書圈翻身這樣的字眼。5年時間，一段婚姻落幕，2條事業曲線開始分叉，有人一路抬升，有人低調前行。娛樂圈的風向從來比天氣預報更難預測。一段從電影開始的緣分，時間拉回到2016年，那一年女兒國開機，馮紹峰飾演唐僧，趙麗穎飾演女兒國國王。戲裡是禁欲與深情的對峙，戲外是逐漸升溫的默契。片場的花絮裡，兩人對戲時眼神裡帶着笑意，媒體很快捕捉到這種化學反應。殺青之後，關於他們的同框照片開始頻繁出現。橫店的小餐館，深夜的保姆車，機場並肩而行的背影，緋聞持續發酵，卻始終沒有正面回應。直到2018年10月18日，2張紅底證件照突然出現在微博首頁，沒有預熱，沒有鋪墊，只有一句簡短的官宣。服務器一度癱瘓，熱搜榜被刷到卡頓。那是流量時代最典型的一次瞬間引爆。2019年，兒子出生那段時間，馮紹峰被拍到守在醫院外，黑眼圈明顯，神情疲憊卻溫和。畫面裡沒有戲劇性，只是普通家庭的日常片段。然而2021年4月，一紙聲明宣布回歸朋友，語氣冷靜，字數不多，卻足以讓輿論場震動。從官宣到分開，不到5年。娛樂圈更替2輪流量的時間裡，他們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情感週期。賽道分岔，誰在上升，誰在沉澱。離婚之後，趙麗穎幾乎沒有停下。風吹半夏裡，她把許半夏演得鋒利而複雜幸福到萬家裡，她收起鋒芒，呈現普通女性的韌性。角色跨度拉開，她的表演不再依賴流量，而是建立在對人物的理解之上。飛天獎與金鷹獎的加持，讓她真正跨入主流獎項視野。觀眾討論的焦點，從她是不是頂流，變成她演技是不是被低估多年。她開始減少綜藝曝光，把重心壓在劇本選擇上。合作導演與製作班底越來越穩定，題材更偏現實主義，每一步都在刻意拉開與早年甜寵劇路線的距離。馮紹峰則顯得安靜許多，他沒有頻繁出現在熱搜榜，作品節奏放慢，1年1部，甚至2年1部。都市劇反響平平，古裝劇遭遇年齡質疑。有人調侃他書味重，也有人說他缺少爆款運氣。票房數字的對比更直觀。2018年合體的女兒國收穫不俗成績，幾年後他單扛的影片卻未能激起水花。市場冷靜而現實，但換個角度看，他並未徹底消失。他在劇組之間穿梭，接拍的角色不再追求流量中心，而是嘗試類型變化。只是這種變化需要時間驗證。春節檔的轉折信號，《飛馳人生3》的預售成績為他帶來一次新的討論度。前2部作品積累的口碑基礎，為系列 IP 打下穩定盤。馮紹峰在第3部中並非絕對主角，卻在關鍵橋段出現。
他飾演的車隊經理戲份有限，但角色定位清晰，承擔情感連接。一部商業大片的成功，或許不能直接改變一個演員的命運，卻能重建市場信心。制片方續簽，導演再次合作，意味着行業仍然願意給予機會。接下來排隊上映的電視劇與電影，讓翻身元年這個說法有了現實之點。前提是作品質量過關。標籤的拆除與重建。趙麗穎曾長期背負馮太太的外界稱呼。婚姻期間，這個標籤既帶來話題，也壓縮了個人空間。離婚之後，她用作品迅速填補輿論真空。飛天獎那一刻，某種意義上完成了標籤剝離。馮紹峰則被貼上取過趙麗穎的附屬定義。公眾記憶總是簡單粗暴，忽略一個演員10多年的履歷。他需要的不是澄清，而是一次真正有說服力的角色。娛樂圈的殘酷在於，記憶短暫，卻標籤長久。中年演員的下半場，38歲與47歲都是職業分水嶺。趙麗穎進入成熟期女演員階段，角色選擇空間正在擴大。現實題材、女性群像，甚至電影賽道都向她敞開。馮紹峰則進入中年男演員競爭區間，市場對這類演員的要求更高，既要穩定，又要突破。他若想重新定義位置，必須找到更精準的角色定位。這不是簡單的誰贏誰輸，而是不同階段的職業博弈。輿論風向的變化：5年前的輿論熱衷於愛情敘事，5年後的輿論更關注事業成就。觀眾的情緒從八卦轉向專業討論。當趙麗穎獲獎，評論區討論的是表演層次；當馮紹峰新片上映，話題集中在商業表現，個人情感逐漸退居次要。這或許是內娛風向真正的變化。各自安好，互不消耗。他們的故事沒有互撕，沒有反轉劇情。分開之後，幾乎沒有公開對彼此發表負面評價，共同撫養孩子，保持基本尊重。這種平靜，在喧鬧的行業裡反而顯得難得。從熱戀到分開，再到各自重建事業軌道，他們走過的路徑並不特殊，卻足夠典型。他提醒觀眾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只是生活被放大在聚光燈下。結語：真正的勝負在時間裡。娛樂圈習慣用翻紅翻車形容一切起伏，但真正的職業曲線從來不是一條直線。趙麗穎用飛天獎證明自己站穩腳跟，馮紹峰若憑新作品重新贏得市場，也同樣值得尊重。人生上半場比速度，下半場比耐力。熱搜可以制造聲量，卻無法決定結局。真正決定位置的，永遠是下一部作品。風向會變，觀眾會換代，平台會更迭，唯一不變的是作品留下的痕跡，而故事還在繼續。